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就是讲统帅置换的事情了。我知道我已经讲了3个影片关于统帅置换的事情，但是还是有很多玩家有很多问题。原本在上一个影片我以为解释得够清楚了，没有想到还是有很多玩家来问。OK， 首先你们要理解什么东西叫置换，就是你把 A 换成 B，B 变成 A， 而不是说你可以把 A 变成0。你们要理解，这个不是统帅重置，而是统帅置换，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再来第二点，官方上次的回答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是觉得有很多玩家都搞不懂。亚瑟王的活动还有这一次统帅置换的活动是同时间推出的。那假设说你有打算要去置换亚瑟王的话，你就千万不能按这个试用按钮，你按了之后你就不能置换了。但是这边我还是得骂一下官方，因为如果你们要在这个置换的期间里面去换亚瑟王的话，只能通过购买的方式去换亚瑟王。相信有很多玩家听到这边在那边想着说啊，议员你在讲什么？官方不是说过会送我们亚瑟王吗？ OK， 确实就如你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只要你连续登录7天完成所有的任务，你就可以获得亚瑟王石刻雕像，可以去召唤。但是你们记得在上一次官方的回复里面讲什么东西吗？置换的活动只有持续5天而已，然而亚瑟王跟置换活动是同时间推出的，就是说置换的活动结束之后，你还有2天才可以拿到免费的亚瑟王，才可以去置换。当然我也希望是我推测错误啦，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拿到免费的亚瑟王然后去置换。但假设说真的要等到7天之后才可以拿到免费的亚瑟王，那你要怎样快速的去置换亚瑟王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去购买礼包。那你们不要看到这个界面上它的按钮隔壁有一个石刻雕像，就认为说哦，你点了之后就会拿到免费石刻雕像，并不是。在你们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进入，它就会叫你给$4.9去解锁第一个亚瑟王，后面它才会送你石刻雕像。就是说如果你要在置换的活动期间拿到亚瑟王，去把亚瑟王置换变成觉醒的话，你必须要花$4.9。不过在这声明，这个只是我的推测而已，因为我的账号还没有出现这些活动。就是说假设你是没有花钱去玩这个游戏的玩家，依然你登录了7天之后完成任务，你就可以获得亚瑟王去召唤。但是如果你要在置换期间去召唤亚瑟王然后置换觉醒，恐怕会比较难一点。还有个重点啊，如果是要免费召唤亚瑟王的活动持续7天，但是置换活动只有5天，也就等于说免费召唤统帅这个活动呢，你可能就不能选择亚瑟王了，你或许要换别的统帅。但是我就看了官方介绍的影片，除了亚瑟王之外，其他的统帅全部都是第1代统帅有一点坑啊这个活动。再来就是到底要使用多少的置换券，那有一些王国是已经抢先推出了这个活动，他们也是有给出了一些情报，我也去收集了官方影片所放出来的消息，这个是我目前整理出来的结果。在我整理之后发现到，虽然不同的技能等级需要用到的票数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我发现到其实很没有规律。就比方说第1和第2两个都是觉醒的统帅，但是换过去5311或者是5111都是用36个置换券，明明解锁的技能等级都不一样，为什么用同样的数量呢？ OK， 再来另外一个觉醒的统帅换成1111或者是1110，两个之间差距不是很大而已，但是1111所需要用到的置换券只有72张，但是1110需要用到120张，但是觉醒统帅换成1000又是120张。OK， 更加离谱的就是觉醒的统帅换成5551需要用到2张，但是觉醒的统帅换成觉醒的统帅依然还是用2张，我已经搞不懂了你们别以为我这个记录是乱来的，我是真的看到官方所演示的画面做的记录。所以有观众问我到底要怎样去置换会比较合理，又或者是可以做一个列表去计算吗？其实很难计算，你自己看它根本没有规律的，你要怎样去计算呢？而且我还有看到一些观众说用觉醒的统帅换成5551然后用2张置换券，这个是最值得的。但我个人的看法是，除非你是真的之前有一些统帅是已经变成5551，否则你要把一个统帅变成5551然后再换成觉醒的不太值得。就比方说 OK， 我想要觉醒海尔曼，但是我的海尔曼暂时还没有觉醒，只是5551，然后要跟已经觉醒的西德兑换。那兑换之后确实我的海尔曼是已经觉醒了，但也就变成说我剩余的金头全部变到西德那边去。
各位要知道，就算是555亿的统帅也好，也是花了将近300多颗雕像哦。我是觉得这样子换不太值得，虽然用的那个置换券会比较少一点啊，不过值不值得也看各位怎么去想。我个人觉得比较值得的话，如果官方的画面没有显示错误，我这边也没有记录错误的话，我认为比较值得就是用觉醒统帅换成1111的统帅，需要用到72张置换券。那如果你肯花一点钱去购买礼包的话，你就可以持续2个统帅都是用觉醒的换1111，这样你就可以马上置换2个已经觉醒的统帅。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花钱去购买礼包，只是想要用宝石去购买置换券而已的话，那同样的，你还是用觉醒统帅换1111的统帅，直接拿到一个觉醒的统帅，用了72张的置换券，还剩下大概48张。根据上面的记录来查看的话，我觉得有很大可能5511的统帅大概需要用到40张左右，或者是5411的统帅需要用到大概40张左右，这样子你就可以去换2位统帅了。只是需要花宝石而已，不需要花任何的钱去购买礼包。又或者是你们可以干脆跟着我这个列表上所需要消耗的置换券去置换统帅也是可以。还有就是再次强调，采集统帅那些不能使用传说雕像兑换的统帅都不能置换，像是园艺精、艾塞尔、汉尼拔都是不能的。还有必须是先召唤的统帅才可以置换，这些灰色的全部都不能置换。下一个活动就是可以招募你没有的统帅的活动。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规则，我发现很多玩家也不看规则了。每一天活动的任务会重置，某一些统帅你必须要多次招募之后才可以招募到，只要你招募的统帅越多，你下一个所需要招募的统帅费用就会越高。这个有点像博物馆那样，只能招募一些你没有的统帅。如果在活动期间你移民的话，就不能再参与这个活动了，不管你在原本的王国有没有参加都好。那活动中你们会看到这样子的界面，像现在我所演示的画面呢，这些统帅都是招募1次就可以招募到了，但是到了第2排，这些统帅就必须要招募2次你才可以获得这个统帅，最后一排的统帅就是需要招募10次。像现在已经出现活动的玩家，他的画面上就是这样子的，他需要在招募9次之后才可以解锁小嬉皮，但是招募的费用需要多少我就不清楚，因为这个玩家没有点开。不过这里我也是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们要招募这些统帅的话，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这个活动中能够获得的点数其实很少而已，而且它的任务其实难度还蛮高的。但是如果你是已经把所有统帅都招募过的话，那它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你可以兑换金头或者是兑换加速，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兑换1颗金头需要用到100点数，所以我觉得大多数玩家应该都只能招募1位或者是到3位左右的统帅而已啊，因为这个活动难度确实有点高。那以上就是统帅置换需要注意的事项，还有一些小贴士攻略，还有群英竞智的活动介绍。如果各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话，你们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吧，我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已经重复讲很多遍了。所以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